大家好，我是老米。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通过一年周期来进行股票投资。上一次我们聊了在一年周期当中房地产的波动规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一年当中股市的波动规律。以美国股市为例，如图，我统计了道琼斯指数127年的历史，我发现在一年当中的7月、11月、12月，道琼斯指数的上涨概率是最高的，分别为 62.99%、62.20% 和 74.60%， 而6月和9月上涨概率是最低的，分别为 46.46% 和 43.31%。这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位美股投资者，如果在4月的时候卖出，然后在6月买入，同时又在7月卖出、9月买入、11月、12月的时候卖出，往往会获得不错的收益。下面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们就以今年2022年为例，来看一看道琼斯指数的一年周期波动图是如何进行具体应用的。大家都知道，2022年对于股市来说是一个大熊市，但即使是这样的大熊市，我们仍然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盈利机会。比如在7月和11月这两个上涨概率较大的月份当中，就出现了重要的反弹；而在6月和9月这两个一年当中上涨概率最小的月份，则出现了今年排名前2名的巨大月跌幅。其实除了美股之外，一年周期在世界各国的股市当中都是广泛存在的。比如中国股市同样存在着在一年之内周期性上涨和下跌的现象，但是呢，中国股市的规律却跟美股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股市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我们就以上证指数为例，如图，在中国股市32年的历史当中，2月、11月的上涨概率是最高的，分别为 78.13% 和 65.63%， 也就是俗称的春季行情和基金年尾排名行情。而7月、9月和10月的上涨概率是最低的，分别为 46.88%、46.88% 和 40.63%。 这意味着，如果你打算在中国股市进行投资，那么你在12月和1月的时候考虑买入，在2月的时候卖出，然后又在9月或10月买入，接着呢在11月卖出，往往会获得不错的收益。当然了，任何的东西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道琼斯指数和上证指数的一年周期波动图只是给出了在一年当中每个月上涨的概率，而并非给出了每个月必定会上涨或下跌的答案。在具体的应用当中，我们还应该结合当时股市具体的基本面、资金面、技术面和消息面的情况来进行整体的综合分析，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以上呢，就是我要讲的一年周期对股市的影响。希望呢，每一位股票投资者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呢获得好的收益。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关于在一年周期当中如何理财的例子呢，欢迎去看我上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我主要讲的是一年周期与房产投资之间的关系。欢迎大家收藏、点赞、分享我的视频。朋友们再见。